そろそろ私のお相手をしてくださらない？哇，雷普呀呢？各位观众老爷，你们好啊！我是阿提妹饭。日本动画为什么好看？人物美型，原画犀利，演出多变，剧本适配，当当当当，四个字的蹦，我能说到影片结束。然而技术可以学习，故事可以抄袭啊，不是？让日式 anime 独领风骚数十年，一直稳坐二次元霸主之位，其关键还在于声优。伴随 ACG 产业蓬勃发展，给纸片人注入灵魂的配音工作成了很多人的梦想。每一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涌入这个门槛极低，同时淘汰率惊人的行业。努力、天赋、时运三项之力缺一不可，晋级路上无数落寞身影。而真能走到这隧道尽头的，无一例外全是怪物。他们之中，有人可以一发入魂，洞穿你心房最坚硬的装甲；有人可以快速换弹，语不停歇；还有人身线飘摇，雌雄难辨，好似躲进草丛里的幽灵战车，让你猝不……这稿子，战车世界，线上第三人称开着战车组团打炮的欢乐游戏，而且是免费的。游戏内玩家可以驾驭来自美、英、法、德、苏联、日本、中国、捷克斯洛伐克、瑞典、波兰、意大利11个国家的战车，从一战后期的小钢炮到二战后期的大杀器，10个等阶，超过6排量坦克等你解锁。进入游戏啊，这光这水能看到画质还是相当不错的，而且游戏优化做得很好啊，我这儿都快用了5年的电脑，跑起来依旧顺畅。范某对 FPS 游戏一向比较苦手，我玩某款游戏都是浓妆10分钟，激战10秒钟，千里送温暖。而战车世界的游戏节奏就要舒服很多，转炮台、找弱点、换炮弹都不是瞬发，与其说靠手速啊，更多是用脑子。中门护 A 的场面时常发生，非常刺激，但不至于有那么大的窒息感。即便被草丛里的老鹰一开黑枪怼死了，也很有可能啊给队友提供了敌方的位置情报。这边排队下一局呢，上一局莫名其妙的就赢球了。开始玩游戏啊！战车世界还积极与其他 IP 进行联动。前段时间少女战车的几位小姐姐刚来玩过啊，真的是无缝连接。如果哪日在改装工坊里发现 Undertaker 的标志，我是一点不会意外的。点击影片下方链接，现在加入，还会获得超豪华的新手礼包哦。敌方坦克被击毁，果然自走炮才是王。不要过来啊！一句妖娆变态的お姉様，当然还有正气凛然的 Judgment。某科学的超电磁炮中的白井黑子在观众心中扎下了针，这也让他的声优新井里美斩获2011年度助演女优大奖，并且收获了一堆叫妈的忠实粉丝。而在2012年出演的一代脑洞神番《艾莎宝贝》中，他除了担任旁白以外，同时还配了小女生、狗、乌鸦、蜜蜂、幽灵。这哪是声优啊，这是音效器啊！其实这整一部动画，除去主役的4位声优，其余的所有酱油配音工作啊，都托付给了星妈以及另一位男生旁白长岛雄一，属于均让成分成不得不分。此种现象在日本业界并不罕见，因为声优收费都是按时间算的，无论是祢豆子哼哼哼，还是波吉啊，即便台词很少甚至没有，只要有出演就按1集算钱。那么作为制作方，一种想得来的省钱方法就是让有能力的声优均分。来都来了，多聊2句嘛。就比如最近热播的小林家的龙女仆中，金牌龙套配音演员高桥生演，从房产中介到异界水果，几乎包办了所有边边角角的声音。听出来没有？小林家的这2位噪声邻居曾根和古菜也是由他一人演绎。那么把这招金分铁公鸡大法玩到画境的，还要数彼岸岛 X。这部2017年的由吸血鬼题材恐怖漫画改编制作的短片动画，你也能看到还比较缺钱。为了控制预算，制作方便有意让每一集只有1位声优出演，所以我们的金闪闪不是关总，除了配倒霉的大叔们、女孩子、吸血鬼、女吸血鬼，还配了个船。
除了他以外，这边还请来了素水奖、千叶凡、石田章、山寺弘一以及朴璐美，并且堂而皇之的以此为卖点啊！看看山寺弘一最后一集的配音表，一人50亿。什么叫老韩声音？这个501注射器是个啥声音啊？前面这种精分呢，类似于路人主角的打杂使用指南，除了省钱就是图一乐。但是虽然很稀有啊，也有一些另类的高级精分现场。经典案例之一便是永远都是小学生的柯南。在剧集第81回开始的当红歌星绑架事件中，柯南的配音高山南同时在影片中饰演了他自己，歌手高山南。之后皮卡丘不是大谷光彦同学一下化身附体，发现了盲点。南さんとコナン君の声そっくりです。那バカな。那柯南同学破案第1名，唱歌不太行啊！注意这是人设，高山南本人是专业歌手出身，唱功那是没话说。于是乎，在故事结尾处便上演了这一幕：小号柯南破音开场，大号高山南王者归来的超稀有的自给自足式鬼畜 remix。说到这里，还有一部不得不提《异世界4重奏》。由于集合了蕊灵、素琴、古王、幼女战记、盾勇等等一票异世界作品的主要角色，导致这部重度萌化的二转作品成了名副其实的声优大型聚会现场。其中来自素琴的爆裂王女慧慧和蕊灵的冰结妖精艾米莉亚，都是由高桥李依同志一人饰演。次の授業は理科の実験でしたよね。そうだけど。何か悪いことを考えていたりはしないだろうな。这差个高木同学。除了他之外，像是蕊灵的男主斯巴鲁和幼女战记的格兰兹，还有蕊灵的帕克和 Overlord 的马雷，都是声优精分来着。如果明年第3季阵容再次扩张，录音室画面太美，我不敢想。众所周知，日本动画中女性声优给男孩子、男青年、老头子配音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啊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当年当我得知大蛇丸声优苦基拉是女性的时候，真的是惊了个呆啊！还有一位一定要说一下，为《龙珠》中的孙悟空及其直系亲属配音的泽野雅子，从上世纪60年代便开始参与动画配音，现在以85岁高龄依旧活跃在一线。悟空与悟饭的声线自如转换，毫无瑕疵。おめえが死んだらドラゴンボールがなくなっちまうんだから。あ、お父さんほら、クリリンさんが。想得来，只要鸟山明还想捞钱，泽野奶奶还会一直哈美下去。那话说回来，男声优给女性角色配音，这案例就很少了。はい、初めてなんです。どこか安い武器屋さんと。哎，唯一神松冈能做到的也就这样了，不是外形的话，还是很难骗人的。私が愛しているものがあるだろう。神崎さんが猫以上に愛するものって何なの？神谷浩史，你说这么强，但就这个发挥，我就觉得不是吧哥，这又不是巨人。相比较而言，兵长的老相好小野大辅同志，他出演的知名角色很多啊，埃尔文、角太郎、拉面一狗仔。而对于他来说，像伯乐一样存在的金阿尼啊，自然是很乐意来参与演出，即便是花店老板。やだ、タマちゃん大丈夫？息できてる？一般男一配女音，不是女装大佬就是纯属搞笑啊，水平就那样。但是接下来这几位，哦吼，那就是专家级别的啦。万年无敌娃娃脸村濑部同学的音域非常广，从元气少年到傲娇少女，从影之一族的2D 生物到给雷电将军配音的泽城美雪。あなたを心臓へとはめ込みましょう。それでは今日もそろそろ始めていきましょう。村瀬君と吉野君、神は。这他是想挣2份工钱好去氪吧？那矮友最为人熟知的角色，应该是小排球中的最强诱饵日向翔阳。見てない。
排球动画播送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一直有声优广播节目影山翔阳夫搭档2人领班，随意抽故事里的其他角色声优当嘉宾反正不缺人。而节目中有忽然闪现的娘音，就好像草丛里的一发黑枪，继承了无数英雄好汉。愛してるよ。ありがとう。やっぱり無理だね。やめろよお前は俺のものだ配球。那提到男配女，有一个名字一定要说到石田章，他是 EVA 中掰弯无数直男的第13使徒，火影忍者中睡眠不足的年轻秃影，高达 C 的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亚萨西王子，直到最近的哥的一窝座，调戏少女的加百列，为非作歹的癌细胞。哎，这黑化越来越严重了呀！やっぱり妖精なんだよね。さあどうかしら。私を捕まえたら教えてあげてもいいわよ。妈妈，你听我解释，这货是男的，是男的。1995年动画《美少女战士 Super S》中的反派之一鱼眼爱将，是动画史上著名的话女硬说男的典型代表。石田嗓清亮的声线将角色的娇媚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电视前无数直男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石田章退可骄进可攻的自由切换，在很长时间内无人匹敌，直到出现了苍井翔太，就是影片开头的那一位小哥。あんまりない人の声はどう違うんですか？先輩？ほんまにないわ。歌手出道的苍井假音功力十分了得，再加上对于女装的热爱，让他从外形到内在能够完美演绎《战机绝唱》中的女装大佬卡里奥斯特罗。ローブ越しってのがもどかしいのよね。あの子たちは直接触れて組み敷きたいの。在《战机絕唱》的 live 巡演中，苍井的美貌與嬌媚的聲音從一票妹子中脫穎而出，大家就太喜歡聽他說話了。アニメでは、私たち3人はああいう形に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，而最後由嬌轉攻的那一下，才是精髓所在。私たちの魅力は大爆発だ！日语是世界上语速最快的语言之一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你看，同样一个意思，日语明显就要蹦出更多的音节。题外话，日文的假名就是因为古时候书记汉字来不及应运而生的超级草书体。那么，如果一句话特别长，又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说完，出包的概率就会大增。然而，专业声优经常就要面对这样的挑战。ジュゲムジュゲムうんこ嘆きおとといのしんちゃん。ペペペペペペペビチグソマル。说到语速，就不得不提九九家，或者说应该是迪欧家的乔努诺·乔巴纳。在敌人这位乔拉克虐杀了一个镇子的居民后，愤怒的武乔使出了祖传秘技超长连打。原作漫画中，作者荒木一口气画了7页牡丹，而为乔努诺配音的小野贤章表示，台本上翻过来，真的全都是为了母大的保质保量，小野经常在开车的时候和着引擎轰鸣练习。下一位参赛选手，合法萝莉转身机器幽木碧。童星出道的幽木碧，除了是游戏高玩、早稻田学霸之外，台词演绎功力非同一般。他既可以唱出3味线的优雅古韵，也能一人同步4株，轻松完成缺氧式异世界 rap。在一档声优访谈节目中，幽木碧挑战30秒350字，而且只给几分钟的准备时间即便是他开始也很緊張。不過映画プリキュアミラクルリーフミーナとの不思議な一日は絶賛公開中。入場者全員にミラクルライトをプレゼント、さらに鑑賞者限定のキャンペーンも実施中です。感染症対策にお気をつけて皆さん映画館でぜひご覧ください。350字说完仅用时24秒75，相当于每秒14个音节。如果这个来得太快让你没有感觉，那我们找一个外国大爷来对比一下。Godzilla 这首歌的这一段快嘴，母爷用30秒爆出339个音节，相当于每秒11个。仅语速来说，是熬酱的胜利。但是配音又不是拼快，而是要有代入。那么有没有又长又快还有感情的案例呢？
早见沙织，与他的好友凹酱一样，15岁声优出道，年少成名，同样早稻田大学毕业，天赋努力全部拉满。而在2014年动画日常系的异能战斗中，他所饰演的志川鸠子对中二男主的长期积怨一夕爆发，一段长达2分钟不间断的牢骚连弹就此上演。沙织姐姐在无一次 NG 的情况下一遍通过。据说录制完成时，在场所有的演职人员、同行声优以及正巧来探班的原作者都起立鼓掌，高声喝彩。也许是什么神迹降临了吧，再让我试一次的话就不行了。正如我开头所说，运气也是造就怪物的重要一环。火车跑得快，全凭车头带。在日本声优界不断制造出怪物、卷出新高度的带领下，全世界各地的2次元配音演员，又或者相关的演艺公司，都有了很好的榜样以及范本。破产的那些就别学了啊。本期影片算是范某第一次尝试做声优题材啊，意外的有趣的故事越发越多，所以过去1周啊都是在打坦克啊，不是凑广告啊。战车世界真的玩的蛮上头的啊，手残党的福音啊！如果你想玩对战游戏又怕累，可以下载来试试。若是还想听这样的声优趣闻，请务必订阅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啊！有人看我自然会继续填坑。感谢收看，不只是聊动漫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